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说设计要非常的克制。早些年的一些经典东西都已经做过了。迪特拉姆斯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位工业设计师，也是最后一位。这款设计呢，可以说是苹果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设计之一了。当年的设计总监，响当当的一个工业设计的人物 Jonathan Ive， 他这款设计呢，又是受到了一个大师级别的设计师的影响，就是今天要说的这位迪特拉姆斯。迪特拉姆斯可以说是工业设计界不得不提的这样一个设计师，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Jonathan 前苹果设计总监深泽直人，都受到迪特拉姆斯一个深远的影响。深泽直人都说过，迪特拉姆斯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位工业设计师，也是最后一位。当然了，设计这个东西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向，迪特拉姆斯代表的那个方向非常理性、非常实用、工业化的这样一个方向。可能也有一些人会用比较艺术、比较充满个性的方式去表达一种设计。迪特拉姆斯这个派别影响非常深远，他提出来10个设计原则，比如说设计是要有用的，设计要美观，设计要充满细节，这些都还比较通用。里面其中有2条，我觉得就非常上高度。第一个就是说设计要非常的克制，第2条就是说最好的设计就是尽可能少的去设计。设计要克制，就是指设计本身它是服务于人，它应该保持一个很中庸的态度，不要去过分的喧宾夺主。我是特别钦佩他的一点是什么？像这些我们已经认为是大师的设计师，他们是把迪特拉姆斯供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完全是崇拜他。但是你看，我最近有看迪特拉姆斯一个纪录片，他在这个片子里一直从事设计行业这么多年，他完全排斥个人在设计当中的强调的地位，他始终认为设计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事情。包括我印象很深刻，影片当中有拍到他年轻时候采访他的自展，50年后再去采访他还是在那样。迪特拉姆斯早年是学建筑的，而且还学了木工，所以他可能动手能力也很好。他完全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身体力行他的设计实践，不断的在用实践去证明他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，一种理念。有个小的细节就是他的那个花园，你一眼看上去会觉得说这是个日式园，他是说我这个东西不是日式园，我是受日式园林的影响。其实应该就是你要去发展这个东西。比如说梵高受到浮世绘的影响，但他画的不是浮世绘。你讲迪特拉姆斯，放眼一看，这里边有东方园艺的元素，但是你看他整个构建四平八稳的那种感觉又是西式的，他一定是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去 develop 这个东西。你判别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妙的。比方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样设计觉得好新颖，那其实是因为你见的不够多，早些年的一些经典东西都已经做过了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说，比方说你看到这个，如果你看过迪特拉姆斯那款经典的收音机的设计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不就是他那个按键的操作吗？没错，这个一定是受他的影响。但是我想 Jonathan 他一定不是说，我就把那个东西照搬过来。所谓的致敬、传承和抄袭这条界限到底在哪里？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在于你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。你的出发点如果只是说我拿来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已经受过了市场的验证，这一款样式说白了就是好卖，我就把它拿来改一改卖出去，那这绝对就是一个抄袭行为。设计实践里面也说过了一个很重要的，说设计要诚实。你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？诚实真的太重要，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能力，诚实的面对你做的这项东西，诚实的去面对设计这门学科。纪录片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点也挺有意思，前2年 Vitra 他在德国建了一个 Vitra 的 Museum，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经典的椅子，拉姆斯也被邀进去。大家知道很多椅子都是那种奇形怪状的，有点像雕塑的，他觉得做实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设计，它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在的。这就是他说的设计要保持克制。你从他的哪件设计作品当中你能看到这一点？博朗做的那个留声机，半透明有机玻璃盖子，放回去那个年代去看啊，是非常前卫的。那个年代的留声机都很大喇叭、大柜子，很笨重，但是他当时做出来那个放在家里面，它不会打扰到你。白色的面板、木质、有机玻璃、按钮、机件都是非常有秩序感。配到当时他做的那个606 Shelving System， 你会感觉整个都是特别平静。它那个材质搭配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愉悦。有机玻璃那个盖子，当时其实还被竞争对手嘲笑是白雪公主的棺材。他当时选择有机玻璃这个盖子是有原因的。最早的设计是一个金属盖，但是金属盖在音量调大的时候，它会发生共振，产生一些噪音。包括它很多产品都有关注材质的搭配，包括每一颗按钮，甚至说每一个 logo 印的位置，
都很有讲究。当年的 CEO 非常强调，在所有的博朗产品上都把 logo 要放大。我一直在抗争这一点。试想一下，所有的产品都放上一个大的 logo， 就感觉你在喊出来。要克制。你刚才一说到迪特拉姆斯去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椅子的时候，他就有一种个人的喜好，让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德国的设计师，是同一时代的。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节目去讲一讲这两个人。这个设计师先保密，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，其实也是精彩的地方。设计其实有很多的评价标准或评价体系，就看你的语境在哪里，或者你的时代在哪里，本身是没有什么对错的。我的个人的喜好还是会比较欣赏迪特拉姆斯的他的这一套方式，包括说你反复提到的设计就是克制，我也是一直在身体力行的一件事情。来，迪特拉姆斯。之前说 less is more， 迪特拉姆斯的概念是 less 不多 less but better。这本书啊，相当于是再版的一个他的作品集的一个收录 ，less and more， 真是太好看了。